今天准备出一集比较完整的这个视频，来着重谈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成本。那在新加坡生活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原来的报道，就是说是新加坡是一个生活费用很高的国家。之前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一，不过2020年可能就是说它的排名有所下降。那为什么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生活费用会比较高呢？主要是有2样决定的。第一个是它的买车子是非常贵的，之前也讲过，它有一个用车证。用车证的话，你不买这个车的话，光就是一个车牌可能就是要几十万人民币。所以就是在新加坡你买一辆同样的车，在美国可以买3辆，在中国可以买2辆。然后还有它的面对就是富裕阶层的那些豪宅，可能来讲的话，它并不比就是北上广的这种房子来的便宜。可能你在东部的话，一个就是并不是很大的就是一个住房的话，可能也要卖到几千万人民币。但是它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很多的这个补助，尤其是这个政府主屋这一块的话，那的补助的力度是相当高的。你的公积金可能首先有6万块钱，它是会贴给你对于首次就是说购房者。然后如果就是你要住到父母比较近的这个地方的话，它还有另外的这个补贴。所以就是年轻的这个夫妻，他要买房子的话是非常轻松的，可能他首付只要付个20%到30%，而且新加坡的银行的利率又是比较低，差不多现在是差不多是1.5到就是2%的这样的一个银行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率，所以来讲还是比较就是划算的。在中国的话，这个银行贷款的利率可能是要它的2倍到3倍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一个教育。孩子的教育的话，那从幼儿园开始的话，那么他会根据不同的就是两夫妇的这个工作性质，比方说他有 working mother 的这个一个relief，就是比方说你夫妻双方只要妈妈就是工作的话，那可能他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程度的一个减税。那幼儿园的费用，如果你读他政府的这个幼儿园的话，一个月差不多是400到500这个新币。当然你要读比较好一点的那种国际幼儿园的话，可能也要几千块新币一个月。说到小学费用的话，那小学费用如果就是PR 永久居民的话，差不多一个月是100多新币吧。但是如果你已经加入他的这个公民的话，那这个几乎可以就是省略补记，只是收很少的一部分的这个学杂费，几块钱。而且它还会有一个叫做 EduSave 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很多的这种支出，比方说课外活动什么的，都会从这笔钱来支付家长并不需要这个付钱。还有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那么大学呢？大学的话，它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从小学6年级毕业考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PSLE 的一个考试。那么这个考试的话，就会让孩子就是说是读普通的学校，或者是读这个重点的这个中学。如果你读到了就是重点的这个中学的话，那就是接下来就是不参加就是初中升高中的考试的，它称为直通车，就是直接6年，就是说是高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参加这个高考。所以小学毕业考试这一关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只要读到了这个直通车，如果不是就是说成绩非常就是不好，或者你的孩子不努力的话，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是你考一如个果你本地的这个大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考得不是很好的话，那可能你就考一个一般的学校。那么到时候你会在中学第4年的时候要参加一个 O level 考试。但是如果你中学读的不是很好的话，你只能参加它的 N level 的考试。那么 O level 考试的话，你有2个选择，你可以进它的 Poly，相当于我们的中专，但是它的待遇的话是给予你大专的这样的一个待遇。那么你也可以继续就是说是升高中，就是读那个 JC， 然后再参加 A level 的考试读大学。即使你上了这个 Poly 的话，那么你如果在 Poly 的话，学校成绩比较就是说优秀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就是说是读这个大学的。甚至之前会出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之前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因为在 Poly 的时候没有就是说是选择就是读这个大学，而是选择先去工作了，然后工作了以后他拿到了绿卡，然后反过来的话，他再去读大学，第一学费就是说减少了，第二的话，他就是说是因为身份有了这个绿卡的话，找工作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反观他的就是同学的话，因为这个 Poly 的成绩很好，所以就直升大学了。直升大学的话，后来因为那几年就是说是绿卡卡的比较紧，就是大学的话他没有发那个邀请信，所以他的这个大学的学费是按照国际学生的这个费用来出。等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又没有就是说是找到合适的这个公司愿意就是说是给他提供就是说是这个工作签证，然后他又不能以就是说当地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找工作，所以就比较尴尬。因此来讲，这个万事就皆有可能。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新加坡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成本相对于欧美来讲还是比较这个便宜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这个收入吧。2020年的这个新加坡这个人的这个收入的中位数月薪是4500新币，家庭的这个收入的中位数差不多是9000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新币。然后按照这个汇率来讲，原来是1:5，现在的话汇率有所这个下降，差不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均的月薪是2万块，2万出头一点。家庭收入的话是4万新币，4万人民币这样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中位数，并不是说每个新加坡人都可以拿到这样的钱，或者说每个就是说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的这个收入都是这样，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通常来讲的话，你在就是说是当地的，它称为 local U 就是说政府就是比较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 NTU NUS 这种政府大学的这个毕业的话，它的起薪要达到3500新币左右。如果你是这个 Poly 的话，那差不多是2500块钱新币左右。然后你如果是他的 ITE 的话，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私校这个毕业的话，可能你的收入大概就只有2000这个新币左右了，这个是差不多